眼前这个称霸银河系的外星女王，直到死的那一刻才肯松开手中的白色球体，只因为这个平淡无奇的球体中蕴藏着足以吞噬宇宙的恐怖力量。严格来说，这个白球是外星女王的死对头，使用外星快递包装，通过虫洞快递送到地球的。人类科学家在对其进行扫描过后，却检测不出是什么物质，甚至连一点磁场都没有，似乎他是在刻意隐藏自己。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好奇地把手放在球体上面，结果他的双手被吸了进去，竟意外激活了球体的宇宙定位。下一秒，球体散发出的信号源立刻传送到宇宙深处的某个星系，惊醒了沉睡万年的外星女王。她跨步来到星际地图前，发现白球发出的信号源是来自一颗叫做地球的小行星。于是外星女王召唤出自己的生物铠甲，准备前往地球抢回足以称霸宇宙的小白球，并顺带掠夺地球的资源。从女王穿上铠甲的那一刻起，也预示着外星文明将再次入侵地球。人类自从20年前与外星掠夺者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在破败的地球上重建家园。当年的51区被改造成太空防御基地，人类破解了外星人遗留下来的科技，造出了反重力战机和激光武器，并掌握了冷聚变技术。受控核聚变已经完全攻克，人类从此告别了能源危机，空气污染都成了过去。地球科技飞速发展，甚至连月球都被布置上了防御系统，因为人类知道外星人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可就在今天，关押在51区的外星人囚犯突然变得异常兴奋。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现象从未发生过。军方立即派研究人员来到非洲中部的基地一探究竟。在叛军首领的带领下，他们来到20年前唯一着陆的外星飞船。飞船的正下方有一个被钻孔机留下的深坑。当他们进入飞船内部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沉寂了20年的外星飞船竟然开始自行运转，向外太空发出求救信号。地球坐标被发送到外星人大本营，外星人增援部队收到之后，很可能会来攻打地球。然而人类还在庆祝击败外星人20周年的庆典。当这位前总统走上讲台时，气氛达到了高潮，但前总统却惊慌地对着人群警告。话音刚落，一阵剧痛袭击了他。紧接着，月球背面一艘巨大的外星母舰缓缓崭露了头角，母舰的直径更是高达4800公里，比20年前的那艘母舰大了10倍。先前大战的母舰残骸在它的防护罩前直接化为灰烬，强大的引力撕扯着整个月球。一时间，月球表面尘土飞扬，陨石冲天而起，母舰浩浩荡荡向地球飞去。月球作战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激光炮，但攻击全被防护罩挡了下来。于是又给激光炮重新装填能量，准备发动第2次攻击，但对方的星舰却完成了能量收集，开始反击。仅这一次攻击，整个月球作战指挥部瞬间被秒成渣渣，只有飞行小队成功逃离出来。眼看外星母舰继续朝地球驶去，总统立刻下令启动早已建好的轨道防御系统。可地球轨道上的主炮还没开始攻击，外星母舰再次率先出击，分散出射线，锁定了地球所有的轨道主炮。几乎在一瞬间，整个近地轨道防御系统全被摧毁。这时的外星母舰已经势不可挡，就这么直接穿过大气层，覆盖在大西洋区域的上空。因为这艘母舰自带强大的引力，所以当它降临在地球上空的时候，方圆100里内的所有建筑物全部被吸附到半空中，甚至连人都没有逃生的机会，场面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等到母舰准备着陆的时候，引力场自动关闭，无数残骸又再次从天而降，场面是非常震撼。最后，外星母舰展开起落架刺入地表，掀起海拔近1000米的海啸。如果外星人打算长期停留，那么1个月之内，大气循环以及洋流循环毫无疑问会停滞，几个主要风带也会被切断。当一切趋于平静时，从太空中看，这艘母舰几乎覆盖了整个大西洋，人类拿它毫无办法。这个时候，前总统独自走进到关押外星囚犯的隔离室，他希望通过自己能套出有用的情报，按下了开关，放出了一只外星怪物。总统把自己和外星人关在一起，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外星人用触手连接总统的声带，说出了人类的语言。外星人口中所说的她，应该是他们的外星女王，只是目前还不清楚外星女王亲自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当女科学家拿出一个简单的图案后，没想到怪物突然变得暴怒起来，似乎对这个图案产生了极大的恐惧。眼看着前总统就要被杀，士兵连忙开枪射杀外星人，而外星人的速度更快，利用触手一把抢过激光枪进行反击。此时人群中的老黑拔出双刀，他知道外星人的弱点所在，将双刀狠狠地刺进外星人的生物铠甲里。之后，一个黏糊糊的外星人从铠甲中爬了出来，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老黑毫不犹豫将他送回了银河老家。好在一边的总统只是暂时昏了过去。与此同时，一艘外星飞船正在启动，直径高达1公里的等离子钻头向海底钻孔。眼镜叔突然意识到，外星人的目标是抽取海底的地核，如果地核一旦被破坏，电磁场便会消失，大气就会蒸发，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毁灭。要想阻止这场灾难，就不能坐以待毙。眼镜叔通过图案分析出，外星人其实就是类似蜂巢的结构，一切都以女王为中心。
只要消灭女王，整个族群就会崩溃。于是总统立刻下令反攻，一支由全世界最优秀的飞行员组成的空中作战小队出发了。他们打算利用携带冷聚变弹头的轰炸机摧毁女王，可还不等他们接近外星飞船，就被对方的激光武器打了个措手不及。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小型战舰发动了袭击，面对外星人的猛烈攻击，人类的战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无数战机相继陨落，剩下的战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这时，小黑发现了外星飞船的入口，当即命令舰队调整阵型，带领轰炸小分队进入外星母舰的内部。原本奋力反抗的外星战舰却停止了追击，轰炸小队一路顺利抵达了飞船内部，只剩下3架轰炸机携带着核弹。但在这时前，总统突然惊醒，他告诉女儿这是女王设下的圈套，可一切都晚了。就在小黑锁定目标，准备发射核弹的一瞬间，一股强大的电磁脉冲突然袭来，所有战机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有10几个飞行器，悄无声息地跟着俯冲了下去。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吸附在核弹上，释放一层能量护盾。与此同时，人类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引爆核弹的命令，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外星人的防御能力。3架轰炸机同时爆炸，但核爆产生的冲击波全被控制在了绿色能量护罩内，外星母舰仍旧毫发无损。紧接着，母舰再次发出冲击波，瞬间摧毁了全球的通讯卫星。几乎同一时间，外星人找到了总统所在的位置。失去网络后，基地的防御系统变得不堪一击，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外星人攻破。指挥部的所有人全被外星人毫不留情的屠杀。很快，老马接到消息，总统和国防部长一行人都因公殉职，现在由老马接任总统。这时候，研究白球的科学家们有了进展，他们发现白球其实是个智能硬盘。他告诉众人，它是来自数万光年外的高级生命体，与侵略地球的收割者是天生的死敌。收割者专门抽取星球的地核，为飞船补充能量，一边侵略一边发展科技。双方战斗了上千年，最后还是善良的外星人败了。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白球拥有整个文明的科技结晶，可以制造出能够击败收割者的秘密武器。这也是外星人见到圆形图案就会感到暴怒的原因。这次来到地球是为了帮助人类对抗收割者，但目前这个高科技武器正在启动中，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刚才在启动的时候，女王已经探测到了他的位置，而且正在赶来51区的路上。一旦让他得到球体，地球就再也没有了翻盘的希望。现在硬拼肯定拼不过外星科技，但可以给女王下套，就像他之前对人类所做的那样。于是科学家们将白球存放在屏蔽信号的隔离舱，在飞行器中模拟出与白球一样的辐射信号。前总统亲自上阵，驾驶着装满核聚变炸弹的信号舰，拖着诱饵把女王引诱到无人区，利用基地的防护罩将核爆的伤害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个方法果然奏效，外星女王率领着她的蜂巢大军驶向总统驾驶的模拟信号舰，殊不知信号舰里装着的是要他命的100万吨级核弹。最终在女儿的掩护下，总统抓住机会，径直飞进了外星飞船内部。眼镜叔立刻启动了防护罩，将外星女王封锁在护盾里面。总统在飞船里见到了外星女王，辱骂一番后按下了核弹按钮。下一秒，核弹爆炸，外星飞船顷刻间被炸得粉碎，核爆造成的伤害被防护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在大家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炮台应声倒下，外星残余部队依旧在不断攻击，说明外星女王并没有被摧毁。果然，在硝烟散去之后，一只100米高的外星女王从核爆废墟中缓缓站了起来。原来女王的生物铠甲自带防护盾，可以抵挡近距离的核攻击，可见这外星科技究竟有多发达。她迈着大长腿，疯狂地追击前面的校车。空军战机驾驶员见状，纷纷立即掉头对她发动了攻击，却因保护罩护体没能造成任何伤害。女王抬手一炮就轻松摧毁战斗机，接着立刻朝着校车追了过去。眼镜叔驾驶的校车在女王胯下生死逃亡，眼看众人危在旦夕，空军战机只能再次加大攻势，将火力集中在女王身上。女王也不是吃素的，随后他对着战机一挥动触手，人类战机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个编队就全军覆没，只剩下了一个女飞行员。她不顾一切地冲向外星女王，瞄准同一个地方疯狂扫射，终于成功打破了女王的能量护盾。可下一秒，她的战机就被女王挥动触手抽飞。千钧一发之际，女人立即按下逃生降落伞。但危机并未解除，女王看到自己完美的胸口有了伤痕，恼羞成怒地朝着女人冲来，眼看着女人就要被活活踩死。危急时刻，她的男友带着战友驾驶着外星战舰及时赶到，女王一时间被自家的科技力量压制得无法反击，手中的2把大枪被打得粉碎。但这时51区中的情况突变，由于刚才的震动，被关押的外星囚犯突然越狱，并看到了隔离舱中的真正球体所在。由于外星人的意识都是共通的，所以女王也同时收到了信号，发现了这是一场骗局，于是立马转身奔向地下基地。在她的召唤下，无数的外星飞行器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强大的防护罩，他们缓缓向着51区基地靠拢。此时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女王前进的脚步，就连人类劫持的外星战舰也被控制了。外星女王抬起巨爪猛砸地面，试图
图拿到球体。与此同时，大西洋上空的外星母舰发出的等离子钻头，还有2分钟就要钻到地核，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成千上万的飞行器还围绕在女王身边，人类控制的战舰也被卷入其中，像龙卷风一样保护她。但是龙卷风没有盖子，他们利用龙卷风之眼的原理，拼死启动只能在太空使用的核聚变驱动器。一般这种混合动力是用来进行多维空间穿越的。下一秒，外星战舰拖着赤红的烈焰，成功冲出了风眼漩涡。但外星女王已经击破实验舱，并拿到了宇宙白球。紧接着，人类战舰立刻掉头，对着女王发动一招从天而降的打法。外星女王拿着球体，慌忙之下转身跑错了方向，人类在后面紧追不舍，对准女王的腰间盘疯狂射击。在连续的攻击下，女王终于支撑不住，爆开了生物铠甲，并露出了内部的本体。女王真身挣扎着从里面爬出来，发出一声哀嚎后倒地而亡，手中的宇宙白球脱离出来。外星飞行器在失去女王的控制后相继坠毁。此时还在大西洋上钻入地球核心的外星母舰也停止了作业，人类终于又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外星母舰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地球，回到母星选举下一代女王。有些遗憾的是，这次放虎归山，未来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宇宙白球却给了人类一颗定心丸，因为它储存的科技远超人类想象。有了它的帮助，人类文明的科技将再次提升。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实现星际旅行，而这一次人类将直击外星人老巢。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入侵了地球，人类会得到外星盟友的帮助吗？暗杀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制造意外。眼前的这位南美大毒枭即将死于意外，正在私人泳池畅游的他突然在池底发现了一枚手表，他一个猛子便潜了下去。就在即将够到的时候，一个黑影突然闪出，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大毒枭拼命挣扎，想要游出水面，可很快便因为缺氧溺水而亡。这时楼上的保镖发现了异样，但下一秒大毒枭又匀速游了起来。保镖见状便转身离开，然而这只是水下的杀手在挪动他的尸体。等他们缓缓滑到泳池边，杀手便立刻潜入隔壁的泵房开始换装。毒枭的尸体很快就被佣人发现，保镖立即将他的尸体捞出进行急救，整个豪宅内瞬间便乱作一团。此时杀手却换上提前准备的佣人服装，趁乱从厨房后门溜了出去。随后他立即脱掉佣人的外套，重新换上自己的衣服，马不停蹄地跑向1英里外的大桥中央。他再次确认了时间，距离毒枭豪宅的垃圾船经过还有20秒。等小船来到大桥的正下方，杀手便纵身一跃，从数十米高的桥面跳入水中，然后扒着小船逃离了毒枭的大本营。晚上回到家中，杀手便立刻取下所有暗杀大毒枭的准备资料进行销毁。第二天打开电脑，大毒枭游泳意外溺亡的消息已经登上了新闻头条，暗杀任务再一次取得成功。男人名叫亚瑟，是暗杀组织的一名顶级杀手，他的任务就是通过制造意外，悄无声息地干掉组织指定的目标，江湖人称机械师。大功告成的亚瑟随即便找到搭档老白领取酬金。老白是杀手组织的2号人物，同时也是亚瑟在组织内的领路人，他们亦师亦友，配合默契。老白负责搜集情报收入分配，亚瑟则负责任务执行。不料老白这次见面却心生退意，刚与老白告别，亚瑟便接收到组织新的暗杀指令。可当他打开暗杀目标的信息，却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自己的搭档老白。亚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即约见组织老大迪恩核实情况，却被告知老白已经背叛了组织。原来他们在半年前接到了有史以来金额最高的一笔委托，为此他们精心布局了6个月，共计派出5名顶级杀手远赴南非执行任务。不料他们刚一出机场便全部被灭口，显然是有人故意泄露了消息。这次行动的细节只有他与老白2人知晓，并且老白的海外账户2周前突然转入了2000万美元，所以这个背叛组织的人只可能是老白。迪恩要求亚瑟必须在2天内将他干掉，否则他就派其他人动手。身为顶级杀手，绝对不能夹杂任何个人情感。看着迪恩提供的调查报告，再联想老白突然要求退休的奇怪举动，思虑再三之后，亚瑟最终还是拨通了老白的电话。老白立即带上自己的重要物品，按照亚瑟指定的线路进行撤离。他按照亚瑟的指示，用剪刀切断了所在楼层，成功躲开了保镖的监控视线，同时在备用电源启动前坐上了通往负1层的货梯，紧接着通过一段长长的连接通道抵达楼梯间，冒险滚下几十级台阶，终于来到了隔壁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可这时老白才发现，亚瑟等待接应的车子已经被伪装成遭抢劫的模样。看着从黑影中走出的亚瑟，老白瞬间便明白了一切。Get me to circumvent my own security. Nobody sees me leave. So what's this? Cape Town, right? Yeah. Right. So what's the story here? Carjacking? Police will find my van somewhere in some shithole section of the city, stripped and up on blocks? Something like that. 他掏出爱枪朝车身连开几枪，随后便把跟随自己33年的宝贝交给了亚瑟。Just send somebody else. I would rather it was you. 老白满眼释然地望向亚瑟，虽然不舍，
亚瑟最终还是扣动了扳机。老白的葬礼上，亚瑟见到了他久未露面的儿子小白，面对他的安慰，向来叛逆的小白却显得异常平静。可当他回到老白家中，看着父亲满墙的老物件，小白便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悲愤，只能靠不停的喝酒来麻痹自己。他要发泄，他要为父亲报仇。于是第二天晚上，小白便将父亲的凯迪拉克开到了出事的停车场附近。果然很快便被人盯上，以为遇到弱鸡的劫匪毫不犹豫地拔出他的无齿长枪，不料却遇到了狠人。Carjacker. Did you shoot him with this? 原来是小白在扮猪吃老虎，他故意将自己当成诱饵，从而引诱劫匪上钩为父报仇。他正要开枪，亚瑟却突然出现拦住了他。Stupid to kill someone when you have a motive. 随后他赶走劫匪，将小白拽上车，便转身离开。第二天，小白便找到亚瑟，趁两人交谈之际，先问大家个问题：你想谈恋爱了吗？不妨试试能根据你的喜好选人的恋爱软件牵手。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尤其是他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所以牵手的脱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他把你所喜欢的直接推到你面前，专属链接放评论区置顶了，快冲！他要亚瑟将他训练成职业杀手，可亚瑟却并没有答应。回到家，看着老白的照片，心怀愧疚的亚瑟最终还是决定对小白倾囊相授。他将小白约在一家动物收容所见面，并让他根据照片领养了一只小狗。随后便给亚瑟布置了第一项任务，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带着这只小狗来到一家咖啡馆练习数独。剩余的时间，亚瑟便带着小白进行各种枪械训练，步枪、冲锋枪、狙击枪全部都要精通，理论知识当然也必不可少。亚瑟将一本保险手册交给小白，里边记录了几百种意外死亡的方式，他要求小白必须在2周内全部掌握。基础训练很快完成，亚瑟紧接着便给小白来了一场实操教训。这次暗杀的目标是一名军火贩子，取得对方信任后，趁着他数钱的功夫，亚瑟迅速用腰带勒住了他的脖子，等他彻底咽气，便将他的尸体拖到床边挂了起来，随后打开提前准备的动作小电影放在尸体面前。随着实战观摩结束，亚瑟终于给小白安排了第一次实战任务。这次暗杀的目标竟然是小白每天都会在咖啡馆遇到的男人。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杀手，此人身高体壮且心思缜密，陌生人根本就无法靠近。可他却有2个致命弱点：喜欢小狗以及年轻的男人，而小白正好完美符合他的口味。很快，杀手便主动与小白搭讪，并且邀请小白晚上一起去酒吧狂欢。看到目标上钩，亚瑟立即给小白配了一瓶剧毒的氟硝安定，只要2到3滴就能让他眩晕，超过6滴，即使是一头水牛也会在3分钟内心脏骤停。他告诉小白，对方身强体壮，只能智取，绝对不能鲁莽。可一杯美酒下肚，逐渐上头的小白竟想像亚瑟一样干净利落地干掉目标。他并没有按照亚瑟的要求在酒水中下毒，反而不顾警告跟杀手回了家。就在杀手宽衣解带准备打扑克时，小白有样学样用皮带勒住了他的脖子，可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一个过肩摔便被摔飞了出去。杀手取下皮带，瞬间暴怒，蟹钳般的大手一个用力便将小白摔飞，体型上的巨大差距令他毫无招架之力。关键时刻，小白及时发现了桌子上的螺丝刀，朝着杀手的腰子就是一通猛刺，终于在导演的安排下成功的干掉了杀手。可他也因为自己的鲁莽而身受重伤。几天以后，亚瑟收到了新任务的包裹，他们这次的目标是一位自称救世主的邪教头目。通过研究他的资料，两人最终决定用肾上腺素杀死目标，只要在他的心脏内注射12毫升，就能在3分钟内要了他的性命。即便有救援人员及时赶到，他们急救时必用的升压剂也会与体内的肾上腺素融合产生毒性，100%杀死目标。于是两人便提前来到邪教头目计划传教的酒店，通过攀岩在酒店的总统套房安装了多路探头，这样邪教头目在房间内的一举一动完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很快他们便等到了暗杀的机会，两人迅速从通风管道进入总统套房的墙壁夹层，随后将监控探头悄悄深入房内。可这时他们才发现，准备刺杀的邪教头目竟然还是一位瘾君子，他正在注射的药物会完全抵消掉肾上腺素的作用，这也让他们的计划全部落空。可时间不等人，于是他们便趁着手下外出的间隙，卸下镜子进入房内。亚瑟扒开邪教头目的嘴巴，小白则将监控探头一股脑地塞入他的喉咙。邪教头目很快便因为缺氧而一命呜呼。随后两人快速原路返回，就在手下开门的一瞬间，他们成功合上了墙上的玻璃。返回的手下很快就发现老大已经没了呼吸，他们原以为这全都是因为毒品的副作用，不料这时躲在镜子后边的小白竟然不小心踢翻了脚边的扳手，一枚螺丝竟然顺着管道滚了出来。手下瞬间便看出了异样，他立刻安排小弟上前查看，可下一秒
枪林弹雨瞬间倾泻而来，小白被火力压制，只能匍匐前行。亚瑟则直接冲出夹层，与保镖正面硬刚。他捡起地上遗落的手枪，击碎钢化玻璃后跳入天台。小白则利用地形与人数众多的保镖打起了游击。两人很快便来到预定点位汇合，套上事先准备好的速降绳索，从200米高的楼顶一跃而下，成功逃出了保镖的合围。可原本计划的暗杀行动也彻底曝光。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决定分头撤离。来到机场，正在候机的亚瑟竟无意间看到了本该死亡的老高。亚瑟立即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他悄悄跟在老高身后上了摆渡车。 Does this leave? 10 to 15 minutes. Doesn't give us much time then. What do you wan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alive. 原来是迪恩付给他一笔巨款，让他杀掉其他同伴，然后假装死亡消失隐退，这样迪恩就能将罪名嫁祸给老白。因为之前老白对一场失败行动发起了调查，于是迪恩便决定将他除掉。 You knew just the man for the job. Someone who could get to him. It's not the fact that you killed them, is it? It's that they played you so easily. That's what bothers you. Am I right? 亚瑟瞬间便怒火中烧，然而还没等他出手，老高竟然先发制人，发起了偷袭。同为顶级杀手的老高竟然一时间占据上风，死死勒住了亚瑟的脖子。紧要关头，亚瑟拽出消防器的拉环，狠狠刺入老高的脸颊，紧接着便是一顿暴锤。老高扯下脸上的拉环，抄起拉手刺向亚瑟，不料却被他直接扭断了手臂。新仇旧恨瞬间涌上心头，他一把将老高扔出车外，迎面驶来的轿车瞬间就让他脸红发。此时亚瑟从容下车，复仇的怒火已经在他心中熊熊点燃。可当亚瑟来到回家的码头，却发现每天都在的看门人竟然不见了踪影。这时迪恩派出的杀手拍马赶到，亚瑟却早已消失不见。就在他们在岸边搜索之时，亚瑟突然从水底钻了出来，用鱼叉刺穿了一人的膝盖，随后抢过手枪，干净利落地干掉另外2人。紧接着翻出杀手的手机，拨通了迪恩的电话。 Guess I'll have to send more. Save the fuel. 原来还有另外一队杀手，亚瑟赶紧给小白打去电话。此时他果然已经被另外一队杀手控制。确认完小白的位置，亚瑟告诉他沙发坐垫下放着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下一秒，三下五除二，小白便干掉了所有人。两人终于重新会合。亚瑟指示小白把仓库架子上的装备全都搬上快艇，小白却意外从掉落的工具箱中找到了父亲被抢走的手枪。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瞬间涌上心头。出发寻找迪恩的路上，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小白隐晦地问了亚瑟一些奇怪的问题。亚瑟纠结的回答也让小白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可他却并未当场爆发。毕竟寻找迪恩复仇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他们先是潜入迪恩保镖的住处，一枪打穿了他的膝盖，可他却依然嘴硬，不愿交代迪恩的地址。于是亚瑟便打开厨余粉碎机的开关，直接将保镖女儿的手臂放了进去。此时亚瑟关掉开关，女儿的手臂完好无损地缩了回来。原来亚瑟已经提前在粉碎机中塞入了肉块。1小时后，亚瑟便拨通了迪恩秘密住所的电话。正在迪恩威胁要重金悬赏干掉他时，亚瑟却告诉迪恩他的位置已经暴露。这时迪恩才惊恐地发现，亚瑟拨打电话的位置竟然就在楼内。迪恩立刻命令所有保镖护送他紧急撤离。没想到这正中亚瑟下怀，他只是通过专业设备入侵了大楼的电话网络。此时的他正在楼下守株待兔，等待迪恩车队的出现。亚瑟先是在地库入口安装了监控探头，等迪恩的车队驶出楼外，他便直接用偷来的宝马将车队撞，随后立即下车干掉后方护卫的保镖。紧接着他开上事先准备好的工程车，径直向迪恩乘坐的轿车追了过去。另一边，小白驾驶抢来的公交车直接将车队逼走，迪恩乘坐的防弹车正要掉头逃跑，亚瑟驾驶叉车及时赶到，直接将车身刺穿，随后一个翻转，将迪恩的防弹车彻底掀翻。这时两人径直走到迪恩面前，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清空了弹夹。回去的路上，亚瑟无意间在小白的身上发现了老白的手枪，他立刻意识到小白已经知道了实情的真相。趁着加油的功夫，亚瑟便隐晦地向小白表达了歉意，小白也大方地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可下一秒，小白便拔出油枪，让汽油洒在了车子上，随后假装上厕所，刚一走到墙角，便毫不犹豫地掏出了父亲的手枪，一枪打爆了亚瑟满是汽油的卡车。几小时后，小白返回了亚瑟的住所，开走了亚瑟那辆从来都不让他触碰的跑车。可刚驶出车库，小白便发现了副驾座位上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读到这封信，那你就死定了。”小白满脸不屑地笑了起来。可下一秒，亚瑟的跑车瞬间便炸成了一团火球，整个房子也燃起了熊熊烈火。另一边，警方调取加油站的监控录像，这才发现就在爆炸前的一瞬间，一个黑影竟从车中跳了出来。原来老白早就料到小白会对自己动手，
开上提前准备好的卡车，开始了新的生活。外星人第一次坠毁在地球上，为了不引起大众恐慌，美国掩盖了飞船和外星人的真相，甚至连总统都毫不知情。国防部还设立了51区对其进行研究，本以为能通过外星人的标本研究出高等科技产物，却没想到40年后，在月球最不为人知的黑暗面，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正在快速接近地球。在地球上的外星人探测中心收到了来自外星的信号，一时间科学家们手忙脚乱。很快，国防部也得知了消息，确认一艘直径550公里的巨型 UFO 正在向地球飞速驶来，体积几乎是月球的1/4。这时，外星母舰通过入侵地球的卫星获得了足够的线索，停在地球轨道上方。从母舰开始分裂成30艘小型母舰。第二天，国防部向总统汇报了这一情况，说散落的小型飞船虽然比母体小，但直径也有15公里以上，一路火星闪电般的向世界各地飞去。几乎所有的探测设备都被不明原因干扰。总统府收到了大量飞船的目击报告，但他们仍在隐瞒真相，并极力安抚受惊吓的群众。与此同时，电视台的设备也因干扰瘫痪。电脑工程师戴维被请来紧急抢修，在检查设备时，他竟然发现卫星中夹杂了一种神秘信号。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电视上正在报道的外星飞船目击事件。大家都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寻找避难所。很快，飞船直接穿过了大气层，空中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火烧云，颇为壮观。在世界各地的上空也都相继出现巨大的飞船，遮蔽了整座城市。人类见到此奇观，纷纷驻足观看。但很快，大家的好奇就变成了惊吓，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大街上车祸频发。所有人看到铺天盖地的外星飞船，都心惊胆战。总统看着其中一艘飞船在白宫上空盘旋，随后他召开了紧急新闻发布会，让市民们不要恐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可面对如此巨大的外星战舰，恐慌情绪早已经在人群中蔓延。他们开始收拾行李，打算离开这座城市。而当戴维看到城市上空巨大的 UFO 后，他认为信号很可能是外星飞船在相互通信，而递减的讯号就像是倒计时，当信号结束，他们就会发起进攻。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知美国总统。在前妻的帮助下，他并表达了自己的猜测：外星人之所以将飞船停在各国首都，是为了同时发动袭击，一举秒杀全人类。同时，为了弄清楚对方是敌是友，军方派出了3架迎宾直升机，试图用柔和的灯光与外星人表达友谊。但外星人可不吃这一套，直接发射1枚激光炮摧毁了直升机。这也证实了德维的猜测，这群外星人果然是来者不善。这一刻，人类终于明白他们的意图，大量市民开始逃离，城市瞬间变得拥堵起来。总统连忙带着一众高官，在保安人员的带领下迅速撤离。不过，依然有一群狂热的外星人粉丝，他们丝毫没有惊慌，甚至还举着牌子爬到顶楼，举办了一场欢迎会，哭着喊着求外星人带走。随着倒计时的结束，飞船缓缓打开了舱底大门，刺眼的光芒逐渐凝聚能量。狂热的粉丝们屏住呼吸，静静地期盼着神迹的发生。此等奇观让正在逃亡的人类纷纷下车驻足观看。但外星人可不是来表演灯光秀的，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是毁灭。突然，一道毁天灭地的光柱倾泻而下，顷刻之间，100米高的建筑瞬间被击个粉碎，能量迅速向外蔓延，街道上的人群都来不及反应。燃烧的火焰如同海浪一般席卷了整座城市，无数人在一瞬间消失殆尽，整座城市变成了地狱。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仅仅是降维打击就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恐惧。熊熊烈火犹如猛兽般吞噬一切，紧接着白宫等标志性建筑被直接秒成了渣。我虽然很想说一句干得漂亮，但是我忍住了。不得不说，外星人的军事科技真的很强大，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直接将一座城市摊成了煎饼。幸运的是，总统一行乘坐的飞机在最后时刻成功逃出，这才免遭一难。这一刻，慌乱的人群中，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正在逃命，眼看着灾难即将来临，她急中生智，一脚踹开隧道维修室，带着儿子躲了进去。在死神降临的最后一刻，狗子也跳了进去。第一波攻击过后，整座城市化为废墟，只剩下母子和一只狗活了下来。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军方立即展开反击。王牌飞行员史蒂文被迫结束假期，提前返回基地接受任务。很快，一支空战部队集结完毕，朝着外星飞船的方向突击。当战斗机抵达外星飞船前方时，眼前的庞然大物让飞行员都感到震惊。但目前的局势没有时间让他们胆怯。在距离飞船几公里的地方，指挥官果断下达了自由攻击的命令，数百枚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同时发射。然而，就在距离飞船100米的地方，它的表面泛起了一圈圈绿色的波纹，挡住了所有导弹的攻击。于是，飞行员决定发射威力更大的导弹，但结果还是全部失败了。看来飞船周围似乎有一层坚硬的防护罩，根本无法被人类的导弹击破。科技相差如此之大，这还怎么打？眼看战斗机离外星飞船越来越近，飞行员急忙向上拉升，但一架战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撞上了防护罩。本想继续撤退，这时大量的小型飞碟冲了出来，人类与外星人的战争正式打响，双方展开了惨烈的空中战斗，人类的战斗机相继陨落。这些小型飞碟不仅战斗力强悍，而且也带有防护罩，这对于军方来说显然是处于劣势的。很快，人类的机群所剩无几，总统立即下达了撤退指令，但为时已晚。
在外星人的猛烈攻击下，整个战斗机编队就只剩下2架飞机了，并且外星飞碟还在继续追击。其中一名飞行员为了保护同伴史蒂文，选择爬升高度吸引火力，结果被打成了炮灰。很快，飞行员就只剩下史蒂文一人。与此同时，无数外星战斗机利用信号反追踪，突袭了北美防空基地。结果人类还没来得及反击，整个基地就被外星战斗机彻底摧毁，像是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星际大战。另一边，史蒂文利用出色的飞行技术，将一艘外星战机引诱到峡谷中。凭借着峡谷地势险峻，他不断做出高难度动作来躲避敌人的炮火。但此时他的战机燃油即将耗尽，史蒂文急中生智，一把将战机的减速伞打开，蒙蔽了飞碟的视线，将自己弹射出了机舱，战机直接撞毁在前方的悬崖上，并利用地形让外星战机无法及时做出反应，紧跟着坠毁在地面上。史蒂文则从空中安全着陆，好在战斗机并没有爆炸。回过神来，他骂骂咧咧地走向飞碟跟前，打开舱门一看，里面的外星人还活着，于是他一拳把外星人打晕。稍作调整后，史蒂文用降落伞布包着外星人，准备将他拖回基地。这是牺牲整个编队才换来的一个俘虏。史蒂文不禁感叹，人类在高等文明面前还是太弱小了。在途中恰好遇到了逃往郊区避难的车队。另外一边，人类的进攻再次失败，总统正焦头烂额商量对策，很快就因是否动用核弹的问题吵了起来。这时戴维的父亲站出来指责他们，明明50年前就在51区逮捕过外星人，为何政府研究了40年却毫无作为，导致这次外星人再次入侵，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听到这儿，总统却安慰道，俘虏外星人和51区都是用来骗小孩的，如果有的话，他怎么不知道？然而国防部长的一句话让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尴尬，他们便把总统带到了51区。眼前这个外星人全身包裹一层坚硬的生物铠甲，科学家用手术刀沿着头部的缝隙慢慢切开一个口子，过程中铠甲突然张开，吓得众人3魂丢了7魄。好在这只是虚惊一场。随后科学家们开始一层层解剖内部，等打开之后，大家终于看清了外星人的真面目，看样子不像是还活着。此时一旁的助手察觉到外星人的手指轻微移动，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来临。紧接着外星人猛地睁开了眼睛，就在他们对视的那一刻，外星人释放出脑电波攻击了科学家。外星人慢慢站起来挣脱了束缚，开始对在场的所有人展开了攻击。短短几秒钟，实验室里一片混乱。不一会儿，总统过来查看研究进度，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这句话是外星人通过自己的触手借助科学家的声带发出来的。随着浓烟缓缓散去，外星人终于露出了真身。总统试图与外星人谈判，大家可以和平共存。殊不知外星人早就铁了心要毁灭人类。在谈话中，总统无意中看到了外星人的眼睛，结果也被外星人用脑电波袭击，顿时头疼欲裂。为了救总统，其他人赶紧果断开枪击毙了外星人。倒在地上的总统这才有所好转。而总统通过刚才的意识连接，得知了外星人的计划。原来这伙外星人在宇宙中就像蝗虫一样臭名昭著，四处掠夺各大星球上的资源。等到自然资源枯竭之后，便去其他星球。这回轮到地球了。由于外星人的意识是实时共享的，在军官将他击杀后，一场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战争注定要打响。就在刚刚，总统等人来到神秘的51区时，见到了40年前捕获的外星人飞碟。看着眼前的外星飞船，所有人倍感震惊。这些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进行修复，直到前几天外星飞船突然降临，飞碟才重新启动，以及当年战斗机里的3名外星人都被完好的保存着。遗憾的是，经过40年的研究，才知道外星人其实和人类很相似，虽然他们的身体也很脆弱，但他们身上却披着一层像套娃一样的生物铠甲，可以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以及能通过心理感应进行交流，其他就一无所知。随后博士带着戴维参观了飞碟内部，并告诉他自己对这艘飞船基本研究透彻，但唯独显示器上的图表，博士研究了40年却一无所获。戴维顺势拿出自己花40秒破解的卫星信号，直接把电脑和外星飞船连接起来，解决了博士40年没研究透彻的问题，这让博士啪啪打脸。与此同时，史蒂文跟着逃难的顺风车一同把外星人带到了51区，再将抓获的外星人出示给守卫看后，守卫连忙让行。博士得知外星人还活着，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把他推进实验室，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另一边的指挥中心截获了一条重要信息：北约和西方盟国的设施，按照外星人目前的攻击速度，全世界的主要城市将会在36个小时内全部被摧毁。这下总统彻底怒了，最终决定动用地球上的终极武器毁灭他们。紧接着，一架携带着核武的 B2轰炸机向外星飞船靠近，等到目标锁定后，随着总统一声令下，
一枚核导弹被启动，朝着外星飞船飞去，击中了外星飞船，强烈的冲击波瞬间扩散开来。就在大家欢呼雀跃，以为击毁目标的时候，侦察兵发现外星飞船竟然完好无损，就连人家的防护罩都没有破开。总统的心瞬间凉了半截，人类最强的武器都没用，可见外星科技领先人类太多了。总统失望地撤回了所有人，这一刻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以为世界即将灭亡。戴维也因此喝得烂醉，颓废地在室内破坏东西，内心充满了崩溃和绝望。虽然他知道外星人的信号模式，可知道又怎样？但他还是无能为力。直到父亲提醒他多穿点衣服，万一染上病毒会感冒的。这句话让他清醒过来，找到了突破的方向，于是立即召集所有人来到了大厅。他把一个可乐罐放在外星飞碟上进行测试，第一次子弹毫无悬念地打在防护罩上，反弹了出去，吓得所有人一大跳。可在戴维输入电脑病毒后，外星飞船的防护罩已经消失，结果子弹很轻松就击中了可乐罐。原来戴维发现外星母舰入侵了人类卫星，所以才能精准地在每个重要地区发动攻击。如果他能登陆外星母舰，在几分钟内把病毒植入到母舰的系统里，就能关闭所有飞船的防护罩。全球军队同时联合进攻，必定能给外星人致命一击。虽然有些人没有听懂，但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史蒂文自告奋勇，由他驾驶坠毁的外星飞船，和戴维一起潜入外星母舰。总统同意了这个策略。随后，他们用最原始的摩斯电码联系了其他国家剩余的空军力量，联合起来向地球上的外星入侵者进行最后的反击。出发前，总统对即将奔赴前线的飞行员进行了简短讲话。他告诉大家，全世界的军机将会联合起来，发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击战。现在人类已处于毁灭的边缘，不能再为一点小事自相残杀，要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为了人类的生存和自由而战。今天就是地球的独立日。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之后，军方召集了所有有飞行经验的人，甚至连总统都御驾亲征。出发前，军方在飞碟上安装了一枚核弹。史蒂文和戴维驾驶着飞碟朝着母舰的方向飞去，两人很快来到外太空。在即将靠近母舰时，飞碟竟然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这出乎史蒂文的意料。在他们顺利的进入母舰内部后，两人瞬间被吓傻了，里面竟然聚集着数以百万的外星大军，看样子他们也准备对地球发起总攻。这时史蒂文担心被外星人识破，戴维立即关上了不透明的遮光窗，没想到还真的蒙混过去。飞碟顺利向停机坪接轨，开始补充能量。戴维借此机会成功连接母舰，开始上传病毒。此时人类战斗机编队抵达了预定位置，很快病毒就植入成功。地球指挥部收到消息后，总统带领的机群向外星飞船进行了试探性攻击。但是在导弹即将击中飞船的时候，飞船周围的防护罩依然存在，戴维的计划似乎失败了，飞机编队不得不暂时撤退。但是不畏惧的总统又发射了一枚导弹，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战机群再次恢复编队，开始集中火力向外星飞船发起全面进攻。只见无数气势汹汹的飞碟倾巢而出，双方在空中展开一场激烈的较量。只要没有了防护罩，人类与外星人的战力势均力敌。与此同时，地面基地也遭到外星飞船的袭击，无数士兵惨死，所有人都赶紧躲进防空洞，来不及逃的都成了炮灰。外星飞船也缓缓移动到指挥部的上方，并启动了终极武器。总统发射一枚导弹想要阻拦，不料没有击中要害，眼看着激光炮即将发射，结果众人的炮弹都用完了。紧急情况下，一名老兵将最后一颗导弹锁定目标，无奈导弹竟然卡住了。危急时刻，老兵摘下氧气面罩，开着战斗机独自飞到能量口。就在激光炮发射的前一秒，老兵舍身直接撞上发射的炮口，没想到外星飞船从里到外被炸了个通透。原来飞船的菊花才是他真正的弱点。随后指挥部便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各国盟友，很快世界各国也如法炮制。就这样，所有的外星飞船都被摧毁了。另外一边，史蒂文和戴维完成任务准备离开，却发现飞碟被固定无法启动。对面的外星人也发现异常，将控制权转移到了母舰，手动打开了飞碟窗口，这让两人陷入了绝望。既然如此，那就和对面指挥舱里的外星人打个招呼吧。输入了自毁程序，设定30秒倒计时，并发射核弹，打算同归于尽。结果意外破坏了控制中心，飞碟的控制权被解除。史蒂文驾驶飞碟选择迅速逃离，身后跟着3架外星飞碟紧追不舍。史蒂文使用高超的飞行技术，朝着出口冲去，一次又一次躲过攻击，终于在舱门关闭前0.23秒逃了出来。外星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核弹倒计时。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母舰破碎成无数碎片，人类终于取得了胜利。戴维和史蒂文以拯救地球的英雄凯旋归来，两人也都顺利抱得美人归。战舰爆炸产生的浓烟和大气层中母舰残骸的燃烧痕迹，如同烟花一般，庆祝着地球的独立日。这是26年前上映的经典科幻片。如果外星人降临地球，以人类现在的科技能打败他们吗？外星人来了，是否也有人会做出一些狂热的举动？